有一个录播的方式，等到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我们再来上片，所以刚刚稍微比较卡了一点啦。来，今天我们准备的话题比较多，来跟大家稍微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好不好？首先呢，我们今天会聊立秋的时事。立秋的时事包含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嘛，火灾的现象。火灾现象很明显哦，而且连火灾的原因都很连针计。等一下一起来看哦。再来，中南部淹水算蛮严重的哦，所以我们也会一起来看一下淹水的原因跟连针计有什么关系。好，再来呢跟联准会有关系的一些时事。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兄弟宫。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叠宫哦，做宫位体系的叠宫。叠宫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因为大家紫微斗数都在讲星曜嘛。好，那叠宫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但其实叠宫呢，它可以判断很多的事情。我们刚刚讲嘛，有新闻，有心灵，有学习，有欢乐。那学习的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紫微斗数叠宫宫位体系叠宫的技巧。好，叠宫的技巧。那最后呢，我们再聊一聊命定论，好不好？来看时事的部分了。这还记得时事？我们上次有说，廉贞是属火，那廉贞忌安南区的火灾嘛，安南区发生大火啊，起火原因是因为这个镁铝金属遇雨引发起火，而且呢多次爆炸，波及11多户民宅后来听到的数字啊，就是有50几户，造成15个人受伤。那还好是没有人死亡哦。我们讲说廉贞这个东西呢，它属火之外，它还是跟金属有关系，跟电有关系。起火的这个连结是很明显的，就是廉贞忌的现象。那廉贞忌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大家还是要注意啦，还是要注意有火灾的风险。好，那再来第二个呢，中南部淹水比较严重。其实中南部它本来就容易淹，本来就容易淹。那老师，你会说老师啊，连那个淹水不是属水吗？对不对？廉贞明明就是属火啊，跟淹水有什么关系？大家不要忘了哦，廉贞心性难明，跟属水的星曜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会变成赤桃花星，那就是属水了哦。你看嘛，廉贞有几个会跟属水的星曜？光主星有对吧？破军、贪狼、天象都是属水，双星就有3个了那就只有七煞跟天府没有而已嘛。再来就是单星的没有而已嘛。所以很容易就遇到属水的星曜了。我们要看特性，要看事件发生现象的特性。你会看到说之前是淹水，那这一次也是淹水，但是呢，这一次呢，符合廉贞星的星曜的星性就是囚，也就是说呢，被囚住了。被这一些水造成交通中断，然后呢，民众被困在家中，就是这种囚制的这种现象，就其实是符合廉贞的特性，是符合廉贞的特性。差不多，我们的廉贞化忌呢，会一直到白露9月7号，所以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我等一下讲叠宫的时候会讲到，我先稍微带一下，因为我流月叠流命的子女宫因为我廉贞忌，所以呢，我自己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叠子女宫就我们用的东西，包括空气清新机，包括吸尘器这些有电的东西，就特别容易坏掉特别容易坏掉这也是廉贞忌的一些关系啦一些关系，加上我这个忌又在财帛宫就是有一些电器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特别容易秀逗，这也是廉贞忌。财经时事方面这个我要跟大家报告，之前我不是有讲说立秋的期间，因为禄存星进兄弟宫，代表是什么？在运线上它代表的是以我为民所能动用的资源，那资源就包括人咯，资源就包括钱咯，这就是兄弟宫的意义。那有立刻禄存星进去，是不是代表以我为民所能动用的人变多了，我的号召力变好了，或者是我的钱变多了，那代表是不是有可能降息？结果呢，联准会根本在9月就在立秋期间根本就没有那个利率会议。没想到呢，上一周美国财政部把美债买回来，比较流动性不好的美债买回来，那这个就类似我们讲类似宽松类 QE 啦。美国财政部他宣布嘛，把长期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而且它扩大1倍。那具体数字呢，大概是针对10到20年期，还有20到30年期的长债，单次回购从20亿扩大到40亿。后面还有贝森特还讲说，我后面还有子弹，就美债它会影响到股市就是说
政府有要发钱有要顾，那就钱涌出来了嘛。这样相对来说，以我们为名的能够用的钱，能够改出来的钱就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兄弟宫禄存的现象。所以推论会错，但是命理的那一种整体的那个底层的概念，那个是不能错的。那是一个命理师的基本功，那是不能错的。我后面还会讲啦，我们下一次公益论命的时候已经9月了，刚好会接白露。我到时候跟你们讲，那个时候下一个月兄弟宫是陀罗星进来，下一个月就有流动性风险了兄弟宫有流动性风险了。来，我们直接往下带如果说有兄弟们有要问问题的，或者是有要占卦留言的，直接留言占卦，我有把那个留言盘把它弄好可以直接做占卦的功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是要讲宫位体系的叠宫。在讲叠宫之前因为宫位体系其实很重要，也很好用非常的好用。因为你要了解宫位体系呢，你一定要了解各个宫位的意义。那各个宫位意义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嘛。因为这个月的期间呢，禄存星它是在兄弟宫，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兄弟宫特别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兄弟宫的意义。为什么有人说兄弟宫代表现金？为什么有人说自己事业不好要看兄弟宫？兄弟宫可以看这么多东西第一个，为什么这么说？第二个，基本的概念跟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基本的概念跟底层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兄弟宫代表的意义那我们就不再重复我们先讲兄弟宫代表现金的说法有人说啦，这个兄弟宫是财帛宫的田宅宫，所以财帛宫的田宅宫就代表现金可是你们大家要稍微思考一下财帛宫的田宅宫代表到底是什么意义？田宅宫是我们的家嘛，我们的根本嘛，对不对？钱的根本是什么？钱的根本，我们之所以会用钱，是因为我们相信钱能够换到东西，或者是钱能够换到银两，这是钱最一开始的用处。一开始是大家都用银子有没有？我们在中国古代碎银摇一个碎银这样子，用这碎银子来就是用银子来做交易的。然后呢，过了一阵子，银子用一用，慢慢就有那个票券，票券就是钱的前身那个公部门发的叫做钱嘛。那有一些客栈有没有那些往来，就是要写票券，凭票换银，对不对？凭本票换银，认票不认人，对不对？那个票就是最一开始钱的概念。所以钱最根本的概念，钱的靠山，钱的底层的功能是信用。我信任这一个张纸，它能换到东西。这个美金上面写的就是 the trust by God， 就是我的诚信由神担保，不是 belief， 就是不是信仰不是信仰，我信仰钱，没有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 The trust 就是我的信用由神担保，就是讲的是信用，所以钱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信用，也代表了兄弟宫的意义是信用。我再讲一次兄弟宫的底层意义就是以你为名。如果我看我的命盘，以我为名，所能调用的所有资源都包含在兄弟宫里面，那为什么有人说兄弟宫是现金因为他发现当他缺钱的时候，他去找银行，然后呢，他要申请，他要跟银行贷款，贷到现金出来了，他就说我的兄弟宫很好因为我兄弟宫很好，我贷到钱了，所以这个是钱，所以兄弟宫等于现金。那这样他是不是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他跳过了钱背后信用的步骤，所以在断事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准。这个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关键点。所以我到后面我再跟大家解读就是每个兄弟宫的特性不一样当然兄弟宫如果用在人，你带星曜就很好带。那用在信用上面呢，如果兄弟宫空宫煞星很多，加上有空劫的那一种那个就是如果在本命盘上面，就代表这个人诚信有问题因为他是个性价值观来的那如果兄弟宫不好呢，时间拉长，生命拉长，一个人有没有信用，你可以被他骗一次，你可以被他骗2次，但你不会被他骗一辈子，对不对？你不会被他骗一辈子吧？也代表的是这个人在个性上，最后他说身边不太会有很诚信很互信的人这就是兄弟宫好，再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兄弟宫要看事业哦。我告诉你，事业不好，事业要崩掉了哦。这都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老师会这样讲。兄弟宫看事业对不对？对哦，是哦。兄弟宫看事业没有错哦，没有错哦。但是他的事业为什么会崩呢？他的事业为什么会崩呢？因为他的信用破产了。不管是人的关系，还是不管是钱的关系，都会，因为你的事业很多都是钱在转，人在转，都是这些东西在转。那当这个东西崩掉的时候，银行对你不信任，抽银根；股东对你不信任，撤资；员工对你不信任，要跟你讨钱，这都是跟兄弟宫有关系。所以底层逻辑我们要清楚，动摇的是人的信用，动摇的是人的信用，所以兄弟宫是很重要的哦。兄弟宫是很重要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宫位体系的叠宫哦。我快速的教大家叠宫。其实叠宫很简单，非常的简单。通常叠宫就叠3张盘就好，不要多哦。像我们在用也有啦，有时候稍微再多叠一层啊。叠4张可以那差不多叠3张盘就好了。叠3张盘怎么叠？通常是这样子就是流年盘跟大限盘跟本命盘就这3张。如果你要看流年的话就是叠这3张。叠宫要怎么看？你用流年的命宫，你看叠2层，叠大限的什么宫位，跟叠本命的什么宫位，就代表今年这2件事情比如说我叠大限官禄宫，再叠本命疾厄宫表示今年这2件事情会是我的主轴跟重点。对我今年很努力工作我今年很努力，上半年我想尽办法写稿有没有？然后想要做节目有没有？想一想我们节目的方针，后来我决定用这种比较简单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下一次我会再改一下，下一次我直视跟横视的我会分开，我们慢慢尝试啦，好不好？让我们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疾厄宫我大病初愈嘛，对不对？我上那个不知道是流感还是 COVID-19 烧2个礼拜，失去味觉，然后反正就是咳嗽就很严重，那就是疾厄宫。而且隐隐约约还有那个腰伤还没好，隐隐约约还有腰伤还没好，所以疾厄宫也是我今年的功课。所以很简单，今年你有什么重点？还记得我们讲说事情要怎么应验，是流月的四化在做功的你要看流月四化所做的功影响到你叠的宫位是什么。比如说我就疾厄宫我就是那个太阴纪的时候开始在做功了你有叠到疾厄宫，你叠了疾厄宫，你就看运线疾厄宫化忌的时间点是什么，那一段时间你就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就是这样看就是这样看我叠到疾厄宫，还有叠到官禄宫化忌的那段时间，你就要注意你的工作，尤其是叠个应该不是说工作，应该是说你在工作成就上会有什么，如果是像我这种天象忌的就是有种冰雹或冰雹，因为制度上的调整、方式上的调整、规模上的调整，对吧？我们 YouTube 换了名称了模式上的调整引起的一些变动跟变革，或者是人员流失类似是这样子好，我们要再稍微深一点点来稍微深一点点，我教大家看流日好不好？流月大家会找吧？流月我们就不教了啦，流月我们就假装大家会了啦，好不好？流月就是流月，对，先从流月开始教。我们刚刚讲流年了，对不对？流月也要教一下呢。流月流日我们都教一下流月怎么看？流月看你本命盘寅位是什么宫。假设寅位是田宅宫，你农历1月就从流年的田宅宫的当做1月，以此类推，好不好？这样你流月就会找了就流月就会找。所以你的流月是叠什么？来，我就画一下好了。来，你的流月是什么？我们都是叠3层嘛，对不对？刚刚讲嘛，上面是要么叠流年，要么叠大限，要么叠本命嘛，对不对？要么叠流年、叠大限、叠本命嘛。如果叠3层是什么？叠流月、叠流年、叠大限，叠流月、叠流年、叠大限。所以你流月会找了，你自己叠，你看你叠到流年的什么宫位，叠到大限的什么宫位，就表示这一个月会跟流年宫位有关系跟大限的这个事情叠到宫位有关系。那什么关系？关系状态怎么样？看流月的四化
跟流年的市化，看这两个啊，看这两个，这样 OK 啦齁，这样 OK 啦齁，图片简单但是好懂，最重要好不好？到流月够了啦，到流月够了，但我们频道都有高郎，我们频道个个都高郎，我们频道我相信我们频道很多厉害的人都在看哦，我们带到流日。流日有2种算法，第一种算法就是以农历的1月1号作为第一天开始算，以农历的1号第一天开始算，农历的第一天就是在你流月的命宫的位置开始转哦，流月的命宫位置开始转哦，但这个算法呢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农历7号。那你每个人都从流月的命宫开始走7天嘛，1、2、3、4、5、6、7天农历，那你农历7号，7月7号必定是叠流月的迁移宫，因为7就在流命的对面，所以你在看流日叠宫的时候，会大家都一样，你农历几号会大家都一样，所以流日要用农民历的位置来看，流日要用农民历的位置来看，一样叠3张盘啦，就是日叠月叠年，叠日叠月叠年啊。他说老师，那农民历那个3张盘啊，不是跟流年一样啊？流年也是丙寅啊，我们今年是嘛丙午年嘛，那丙午年跟流月的位置，那不就大家都一样吗？对，所以要交叉比对哦，影响我们一个人的事情非常多，算不尽哦，算不尽。你再厉害的头脑都算不尽，但是可以抓个7、8成没有问题啊，抓个7、8成没有问题啊，所以厉害的命理师就是我跟你讲啊，我在看客人，我一定看到流月啊。当有一个客人来问我，我一定是看他这个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一定是看流月叠3张盘，甚至叠到本命盘都会叠哦。流月一定要看啊，流日就看大家啦，哈，流日看大家啊，流日有时候是自我，有时候我自己稍微抓一下哦，就抓流日，好不好？这个技术交给大家，但是我相信我讲的这么笼统哦，能够听得懂，你本来就够厉害的啦，能够听得懂，你本来就够厉害的啦，好不好？啊，只是就是江湖一点诀就是这样嘛，哦，江湖一点诀就是这样哦。那宫位体系的叠宫，你不要再看什么我的流年官禄宫叠大限什么叠本命什么不用，因为你的那个宫位哈，12宫是绑定的啦，那个顺序都一样。你就填你命宫叠下面2层是叠什么？那你看这件事件的大小，这件事情越大啊，那你就要看你的尺度，就要抓越大的尺度啊。不结婚跟10年有关系，你就要抓10年的这种尺度的，就打大线开始看咯哦，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好，那个今天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下去咯，我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哈，我们想要跟大家聊，就是我们是少数命理师，几乎啦。我没有看到一个职业的命理师在讲命定论啊，那我们是有命定论的思想啊，所以这一块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命定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盘，至少我手上我看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盘往回看都是硬盘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命定论，我们认为这是命定论。当然，你接受命定论也好，你不接受命定论都没有关系。那对我而言，命定论是让人生更豁达的方法跟法宝。第一个，你知道了命定论，我们知道了这个叫做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变形。我之所以会有成就，我之所以会成为大家都看到我发光发热，我之所以站在风口浪尖，那是因为大环境给我啦，我只不过刚好在，对吧？我只是刚好起飞的猪而已啊！哦，你说我也很努力，对。当你在风口浪尖的时候，你一定要努力，因为你努力有结果，对吧？哦，就得意，你不要想说我就厉害啦，一切都是我的功劳，没有，你有努力没错，但是呢，你就是刚好在那个时运到，那失意的时候呢，那个买厝啊，那个台积电啊，那个的哈佛啊，那个我咧在家蹲，失意不变形啊，失意不变形，这是我们第一个，因为他有他的命，你有你的命，不用跟人比，对吧？啊，这是我们对命定论豁达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不用去比较，我们讲过了嘛，对不对？好，最近看到了一个物理实验，叫做双缝干涉实验，大家有看过吗？有学过物理？其实这个物理呢，
不深啊，不深，就很久，而19几年，还18几年哦，应该19啦，18有点夸张，19几年哦，人们就有发现了这个双缝干涉实验了。那很多物理学家哦，很多科学家，他们用双缝干涉实验逆推了很多猜想。哦，逆推了很多猜想，包括什么？包括那个现在多元宇宙有没有？哦，那个顶一下那多元宇宙有没有？哦，那就是科学家一开始就科学家从双缝干涉实验来逆推的哦，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可能有多元宇宙哦。哦，有这个假想哦。那我看完这个双缝干涉实验，这个科学家在解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双缝干涉实验它证明了命定论这件事情。它证明了命定论这一件事情，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好不好？那个双缝干涉实验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有一道光，因为光有波粒二象性，哎，这个讲到物理，我告诉你很深的我也不懂，但是我就懂皮毛。那我要讲的是这一个现象背后所有的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而科学家的猜想是什么？好，双缝干涉实验就是说有一道光打出去，如果呢打在一个缝上面，一个打到一个缝，它就穿过；打到两个缝呢，这一束光会有干涉哦。那投影的样子呢，就会是一种干涉的波纹哦。你一束光打过去，投影呢就会变成这种有干涉的波纹，对不对？这很正常嘛，因为光就是粒子啊，粒子跟粒子会互相影响啊。互相影响之后，就是会出现这种干涉的波纹。可是现在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了，我们的科技已经发达到，我不打一束光，这是一束光，这是我们写一串光，这打一串光打过去。好，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我可以打一个光子，我不要打一束光，我可以控制到我一次发射一个光子一个点。当我一次发射一个光子的时候，这是光子，然后我点大一点，光子很小看不到，但是我点大一点哈，光子把它发射过去，我一样透过双缝干涉，光子打在双缝干涉上面，投影出来的项目就是一个点嘛，因为一个光子打过去，投影一个点嘛，对不对？很奇怪哦，我一个光子打，我一个光子、两个光子、三个光子、四个光子、五个光子、六个光子、七个光子，接二连三的打。我不是一次一束光100个光子、1000个光子、1亿个光子打过去，我不是哦，我每次只打一个光子，哦。理论上我一个光子打过去，没有人跟我产生干涉。对不对？我只有一个光子哦，我怎么产生干涉？但是很奇怪，它在屏幕上的投影会是怎么样？就一个然后越来越多，跟上面这个干涉的这个图像越来越像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一束光打过去，光子与光子之间会有干涉，双缝干涉实验，所以呢，光有波粒二象性，它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波纹哦。很奇怪哦，我一次只打一个光子哦，我没有打很多个哦。一个光子怎么跟单一个光子怎么跟单一个光子干涉？我一次打一个，我慢慢打嘛，慢慢投影，慢慢打，慢慢投影，慢慢打。结果没想到呢，当我打了无限多个光子的时候，接近无限，就要打一亿个好了。打越多光子，你会发现，我的这个投影跟打一束光子的投影越来越像了，越来越像了。所以科学家断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有未知的东西，有我们未知的东西在影响，在干涉这个光子啊。虽然物理找不到，你找不到，我找不到，物理实验找不到，所有科学家都找不到这个东西叫什么。目前没有一个科学家找到这个东西叫什么，那没有。但是他们只能说，每一个光子它跟某个东西干涉，它似乎跟自己干涉，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它干涉完，它打出来这个图形跟一束光的光子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推测，说不定有多元宇宙啊，那个宇宙打出来的是你打在别的位置的光子是在那个宇宙，你打在别的位置的光子是在 B 宇宙，在 C 宇宙，有多元宇宙。科学家就是这样猜想的。有多元宇宙，如果光子投影过去是随机性的，有多元宇宙。但其实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从命定论的角度来看，科学家在隐藏命定论的真相。虽然说命定论是一个思想，
但你从命定律的角度回过头来想这个光子的实验，他说这个无形的东西是不是代表了这一个光子它很清楚自己要打在屏幕上的哪里？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虽然我这个图解非常的烂，但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第一个光子我很清楚我要走到屏幕的左上角这里。第二个光子我很清楚我要走到屏幕的右下角。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10个、第11个、第12个、第12个，第无限个就出现了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图形就出现了跟波纹一模一样的图形。因为我去哪里已经决定好了，那些科学家讲的还没看到的东西，在影响光子干涉的东西，因为他们从光来看到各种粒子微观的情况嘛，我们的粒子微观的情况下，都是会受影响的。有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东西在影响粒子，那就影响光子，影响到各种粒子，它引导到这条路上来这是科学家的解释。那我们用命理学命定论也可以这样解释啊，不是多元宇宙，而是这个宇宙它所运行的样子，它所走的这个东西是已经固定了已经固定了。固定了，老师固定了固定了，好像人生没乐趣，有没有？固定了，好像人生没有体验了，有没有？然后我们人总有去的那一天，对不对？我们人总有回去的那一天，这也是固定的，对不对？所以像有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其实我真的不是要跟了凡四训有什么冲突，我真的不是，我觉得了凡四训也很好，可是他一直强调做善事能改命，我觉得他是抓住了一个人想要改命，或者是说我想要自己掌控，我想要变好，我做善事可以变好的那种心态。但我觉得这种心态呢，其实不是很健康。反过来想想，你到底要改什么，对不对？当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遇到有人要帮你改命的时候，你也反过来想想，你到底要改什么？我要变成彭于晏吗？我要变成马斯克吗？还是要变成川普吗？要变什么？对不对？还是你只是想要命理师讲一句你很好命，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命，好不好？这个看到这个影片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好命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人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要把人生的方向花在哪里？我们要去爱谁？我们要把时间投注给谁？我们要去相信什么东西？把我们人生的精力放在哪里？这个是不是你走这一招你必走，对吧？人生匆匆，这一招你必走。那你在这一段必走的人生当中，你愿意相信什么？你要爱谁？你要把你的人生精力投注在哪里？还有很多东西呢，是以人渺小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好不好？来，9点40分，今天有人要问问题吗？要如何修缮在漫长的累劫中提升纬度？还是笃信好命有轮回？我觉得是这样啦，我是比较逍遥派啦。我是比较逍遥派啊，那人生既然来体验就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问题，你要把你人生投注在哪里？有的人投注在赚钱上像我就赚钱很重要，但我投注的核心跟标的物相对来说啦，跟赚钱相对来说，我可能有其他想要证明自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我想每个人都有，那就祝福你找到一个你的舞台，找到证明自己的方式，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这个我们的直播方式呢，会稍微再调整一下这个版面我也不是很喜欢啦我们就边做边调整，好不好？谢谢你发言谢谢你来大家拜拜，下个节目见了，拜拜。